說到了王怡她的被捕，我们就想让您简单给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一个始末吧，这个起因。好的，对，后来判了这么重，9年，好的，可以好的，说在当代吧，这个王一牧是等于一个標誌性人物了，在中国被中共这个迫害的一個典型。你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整個這個事件，好好的，不好？好的。因為作為一個長宣的宣教士，在國內呢，其實就蠻敏感的。就是在我全時間回到中國大陸的話，是2015年，所以那個時候就感到這種偶像的敬拜，那個所有的標語哈、對我們主席的這種崇拜的程度呢，雖然沒有到文革，但是你可以聞出味道。所以呢，其實嗯王一也有這種理解，他看到他說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作為一個嗯現任學者作為一個中國家庭教會的政教的分離，所以到了呃2017年的時候呢，其實出台的那個新的宗教政策的2018年執行，大家其實都已經都有了，在家庭教會的圈子裡，大家都會來談論這個新的宗教法案對教會的產生影響。所以其中一個呢，我聽到一個採訪，就是他強調一個已經有成熟的建制的這些教會，城市的教會，比較大的教會，應該先站出來挺住這個逼迫，而不要沒打之前就散夥哈，因為這個壓力大家知道，這個肯定是會比較嚴峻的。所以在這個嗯，過程中呢，他其實呢對這個政策的回應呢，我從一個他的堂會來講，因為你講外面的事情其實沒太大意思，都是人們的猜測。因為中間教會他的教會有過這樣的分裂之後，他帶領秋雨聖約，那他其實他說他要花1年的時間，要把教會整個的屬靈狀態帶到這種地步，才能夠打這種屬靈的征戰，這不是跟血肉之軀的征戰。所以在這過程中呢，2017年你知道又是一個宗教改革年，從對對，我在那裡的經歷中呢，可以看到沒有一個地方堂會能夠像他每2個月有一次講座，在星期六一上午的講座，請不同的人有他自己來談論宗教改革對中國的影響。所以這每2個月，我其實我也講過，教育基督教改教育教育的，那有不同的人講政教關係。他其實在他最後一講是一個主日學，他就講到基督教新教對中國文化的3大挑戰，就談到對專嗯制的挑戰，對我們的道德主義，而是就是因信稱義這種完全基於恩典的這種救贖，和最後就是聖約的社群跟中國一盤散沙現在的這種集權制度下控制的這種社會，呃有社媒會哈，同城的劇集都會抓，你在網上可以看到這些短的視頻。所以呢，這個是他的在當時為了預備教會，在宗教改革年，其實他也寫了，就是說對這個宗教改革的默想。所以這個的話是他的一個前提，預備這個呃呃這個政府對教會的逼迫。可以這麼說，就大多數的人呢的逼迫呢，可能不是就是只是從一些策略上，他當然做策略，比如說寫警察敲門啦，怎麼樣預備，怎麼你來審問我的時候，我怎麼樣來做，因為他作為一個律師知道這個，這是技術層面，他更多的是從福音和信仰的層面來兼顧他的教會。所以從那個角度的話，我來看的時候，我在成都的時候呢，我可以感到在四川成都的這個福星呢是相當強烈的。你必須到那個裡場景，有中國大陸的不同的家庭教會的人，也有海外的、台灣的、北美的、英文世界的，都會在這個神學院，在他的教會有講道的侍奉。因為對他來說，當時的講道其實每一個人在上面講道都會有危險，因為嗯下面就是坐的警察。所以對這樣的一個家庭教會的一個公開化呢，它一直是這樣的。每年的6·4，它都會被維穩，有3個天的時間啊，所以這個是一個常態。但是他在預備這個過程中呢，你想到這次打壓呢，我們就進到這個他被捕的這件事兒。真的在被捕中呢，我回頭來看呢，我們認為是政府是有預備的。因為在5·1，他們教會呢，從這個教會開始，一直是有一個為6·4禱告。後來呢，為了更廣泛的跟這個中國教會的連接，又考慮到四川的地震，就變成了不是6·4的這個時間，而是一個月，從5月到6月為中國來禱告，為中國教會來禱告。所以呢，在那個5月的時候呢，他們的一個星期六在禱告的時候，教會就被衝了。那海外的教會也為這個禱告，可是1天之後呢，皆大歡喜都釋放了。
我們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可是這個事後呢，我們了解到，他們是放了，但是相当多的在成都的宣教士都相继的搬离，包括我，被迫出境，然后就是那被驱逐是吧？被驱逐出境了，对。所以嗯这些的情形的话呢，我相信的话呢，都是一个政府有预备的，一直到129被抓，所以呢，他已经其實是想好了，只是不知道這個靴子什麼時候來。因為我記得我10月份我在香港，因為不能在這，我跟他有過一個電話，他就說，哎，我不能夠進中國，他也不能夠出中國了。因為那一年，同樣的，在17年，其實宗教改革大會，唐從容牧師邀請他去雅加達，他也被攔下來了，所以他知道了，所以就是說，也許有上帝的美意。所以這件事情呢，以至於他是非常有預備的，寫了我的信仰的抗命，那個可能你知道的，對吧？那個當時一發出來，在他被捕之後呢，就按照教會跟他說48小時，如果他沒有放成立的話，他就要發布這個他的這個信仰的宣告。那所以他是有預備的。當時抓的時候，除了他還有別人嗎？對，那我在講這個抓捕的過程，這個抓的時候呢，一下抓了100多人。哦，所有教會的大量的同工小組長都被抓，然後之後呢，很快就放掉一些不是核心同工的，那麼有這個十幾位呢，最後9位留了下來做拘捕，有點像現在錫安教會的抓了很多，然後21啊慢慢降為18，就叫拘捕。拘捕之後呢，包括他師母、教會的長老教會的財務神學院的同工，這些被抓執事。那但是判刑的呢，只有他王一牧師9年，然後秦德福長老4年，罪名就是一個是對王毅來說是煽動顛覆罪，也有非法的這個經營。那德福長老呢，就是因為他們都要讓他來說這王毅是一個是一個這個異端，或者說他不是一個按照聖經宣講基督的，那他們都否認。然後呢，說到他的罪名，所謂的非法經營的話呢，不過就是有詩歌，然後有聖經，然後有他們講道的東西，這只收工本費的，沒有任何的盈利的。所以他就這個長老就拒絕說認罪，我沒有，所以他就被判。他其實沒有說什麼，他不過是簽字的那一位，他就被抓，然後4年他就沒有能夠見到他當時剛剛生出來的孩子。所以這個當時的話呢，其他的傳道人呢都是在漸漸的釋放，就是3個月之後取保候審。所以在這個整個的這個案例過程中呢，顯然是一個預備了很久的、精心策劃的。5月份做一次，然後做練習，然後放了多少個大壩，所以整個的教會的教產被占，然後很多的人被驅離，離開成都。這些被抓的傳道人釋放之後呢，其實讓他們都會遣返原籍。你原來在哪就回哪，去山東、去河南、去四川、去湖北。所以這些整個的情形中呢，是非常的艱難。但是這些同工們出來以後，都是靠福音重新恢復，沒有一個大多數人良心上都有虧欠。這個但是神呢，特別恩待這個教會，讓他們這些人出來恢復的時候呢，都借着聖經的輔導，然後恢復以後，在教會的公開承認他們的軟弱和失敗。這個我是覺得特別感恩。我沒有一個標榜說，哎，我們是英雄，沒有失敗的，就是因為神的恩典足夠用。所以這個是我大概的這樣一個回溯，以至於今天，我們比方說我們的長老被放出來以後，他慢慢的恢復，又加入教會的侍奉。政府也就是說，當時他們是短期的是離開教會了，是吧？這是因為取保候審，整個的哦，不允許你在教會。明白。所以對於他們再能夠回來，實際是極大的恩典。對對。你比如說，現在主要帶領者李銀強長老，他就被遣返回老家，直到他回來，然後在成都租房子，最後又被趕走到各處地方，到最後神給他特別的恩典，能夠在另一個
地方，離成都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的地方，住下來了。因為如果他沒有他自己的這個房子，他會被趕走。這是上帝特別的恩典呀。